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易趣国际拍卖的董伦平，是易趣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是国家注册拍卖师。那么今天下午呢，将由我和易趣公司的学术顾问汤伟健老师来一起跟大家导览一下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部分的拍品啊。汤老师也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的，镜头前的朋友下午好。今天呢，我有幸和董小姐一起呢为大家服务。那么希望大家呢，在我们这个推介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想法，有些什么诉求，可以直接提出来，我们将竭尽全力为大家服务。是的，我们拍卖公司就是服务的平台啊。那么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关于学术方面的要求，关于拍卖方面的需求，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我们将会这个全面的为大家来解答啊。然后我们今天下午呢，是关于我们这次拍卖会跟大家也说一下，今天是我们易趣23艺术周拍卖会预展的第一天，然后我们这次呢有2天的预展时间，就是今天和明天2天的预展。那么从后天晚上开始啊，周五的晚上开始，那么周五、周六、周日3天，我们连着拍3天，每天晚上的8点钟，我们将会举锤拍卖，由拍卖师来举锤拍卖。刚才有网友问这个参拍的渠道在哪里？我们是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呢，欢迎随时来现场参加预展，来办牌参加拍卖都可以。那么如果是在外地的朋友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易趣的官方网络平台来参拍，然后网拍的这个参拍是保证金1000元起啊，就是最少交1000元的保证金，然后是1比5的一个比例，就是您交1000，您可以买5000额度的拍品，那么交1万，您可以买5万额度的拍品，所以您可以提前根据您自己对这场拍卖会的一个了解，然后提前缴纳这个足额的保证金啊，因为我们拍卖师拍卖的这个节奏可能会快一点，不像我们这个就是直播的讲解拍卖啊，拍卖师的拍卖节奏会比较快。如果说在拍到您喜欢的这一件的时候，您的额度又不够了，您再去缴纳这个保证金去充这个钱，可能等您充回来，这一件就已经落锤了。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如果有喜欢的拍品，可以提前做好一个参拍的准备，因为这个保证金啊，您不管是充多充少，到最后如果没有买到，它是原路退回的；如果买到了的话呢，是需要您缴纳这个尾款，补齐货款之后，我们就采用多退少补的一个形式吧，多余的就会原路再退还给您啊，这都可以这个放心。我们有很多老朋友，就是已经使用我们这个网拍平台都好几年了，用的也非常的熟练。拍卖收费吗？拍卖就是要收一个保证金，这个叫保证金啊，不是说交完这个钱就不退给您了，就买到了就要当做那个货款来抵扣，如果没买到，这个保证金就原路退还给您。对。参拍怎么收费？参拍就是拍到了的话，我们是需要在落锤价的基础之上，缴纳一个13.5%或者是15%的一个买方佣金啊，就是加上一个佣金。对。我明白。好 SH， 我们谢谢这位民以食为天的朋友啊，这个过奖啊，这个千万承受不起，这个学富五车这个不敢担当啊，咱们还是相互学习好吗？汤老师是非常的谦虚啊，因为汤老师在文博系统已经是工作了很多年，然后呢，现在又加入到我们这个一线的拍卖系统啊，所以应该说汤老师是我们的前辈，然后他的知识、他的渊源是非常的多的，然后我也是非常的幸运的，平时能跟在汤老师旁边学到很多东西。哎，这个应该的。有什么不懂的时候，我就随时汤老师您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的产生？对。哎呀，希望不拖汤老师的后腿。没有，这个实际上就是这样。我们相互之间，因为我们年纪大了，是吧？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只是把知识传给大家，啊，希望能够传承下去，这是我们的责任所在。所以过去现在时髦讲的就是使命，使命担当。那么这个呢是对社会的一个义务，也是我们的工作啊，也是我们的职业操守。所以
我想呢，这个呢大家不必介意啊。这个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大家来切磋啊，是的，这个没问题的。那好吗？我们直播间也有很多这个新的朋友加入啊，就是我也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汤老师。汤老师除了是我们大易和易趣的这个学术顾问之外啊，汤老师他也是南京博物院的特聘研究员。那么去年的时候也是被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也是聘为了特聘的顾问，对，特聘的顾问。然后呢，汤老师呢也是在当年的国家文物局在扬州培训中心设置的这个培训中心，汤老师是担任了教务科的科长，然后用来这个就是主要的一个职责就是来培训全国的文博系统内的所有的这个喜爱这个收藏的、喜爱文博的人群啊。好的，我们来欣赏一下我们这次的拍卖的拍品吧。好，先来看我手中的这一件，是我们本专场第601号，也是我们周六的晚上拍卖的第一件东西啊，第一件拍品。这一件是落有大清光绪年制款的一个青花云龙赶珠纹的一个碗啊。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它的这个主体纹饰啊。它的这个主体纹饰上呢，是以青花来绘制了2条非常矫健的行龙啊，然后行走于这个云端之间啊。然后这2个龙的方向呢是就是一个方向的，所以我们叫它赶珠龙。对，双龙赶珠啊，双龙赶珠，中间呢是有这个火珠。然后脚下呢是踩的这个这边有一圈呢是海水江崖纹啊。那么在瓷器上面也好，还是说在我们古代的这个服饰上面啊，就是尤其大家看到关于那个皇帝穿的黄袍的下端，它都会有这个海水江崖纹，那么也是这个江山永固、一统江山的意思。对。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底部是落有一个楷书写的大清光绪年制的款啊，非常标准。那有网友经常会问啊，这一件算不算是官窑？那么可以毫无疑问的告诉大家，这一件呢就是标准的官窑，无疑啊，这一件是官窑。然后它的这个釉面是非常的光滑的，非常的莹润的啊。然后里边呢是没有任何纹饰的，里边没有任何纹饰。那么这种造型呢，它其实也是属于光绪年间的大运瓷，也是清代每个朝代啊几乎都会烧的这个传统官窑的一个样式啊。所以拿到这种东西，大家就是毫无疑问的标准的官窑啊。然后它的品相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肉眼可见的这个品相，有一个U 型的吊片吊砧，没有经过精修啊，这个就是一个吊片。那么这次呢，也将于周六的晚上8点钟，这是我们拍卖的第一件东西啊，第一件拍品。如果有关注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一件的官窑啊，这质量非常的高。多少米啊？我看一下601号，汤老师您那边帮我看一下。这边601号无底价1000元起拍啊，1000元起拍，哇！但这个价格相当的诱人啊。其实我们委托方也是可能也是比较了解我们这个拍卖市场，有的时候就是说东西不是说定1000，我们1000块钱就落了，对吧？有的时候东西定的性价比高，那么关注的人群自然就会多。那么多呢，可能对于这件的东西的价格也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然后有一些委托方呢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件东西我定1000，万一给敲了怎么办呢？还是得看东西。像这种标准官窑，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市场行情价的啊，不会说是漏到特别离谱的地步啊，不会这样子。是啊，好的，这件东西呢，看看就是大家注意一下，它其实呢，用无底价等于像卖瓷片一样，是吧？这个怎么说，这个东西也不止这个这1000块钱。所以我们讲镜头前的朋友呢，应该要思量一下这件事情。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这件东西我们看见了上面的这个赶猪龙，那么这个赶猪龙呢，它身上的鳞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鳞的这种装饰技法。我们现在看到身上这个龙的鳞呢，是用笔一点一点一点把它点上去的，但是和之前的身上的龙鳞是用笔把它画成的像雨林状，是不同的。那么所以这一点的话呢，在鉴定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会出现这种现象，那么它的年代呢，相对就是晚清以后出现的尤其是同治以后，这种情况就比较多。我们讲，尽管这个东西呢，它是个大运瓷是为宫廷烧造的瓷器，但是它的装饰技法其实它都是相通的。所以我们在民谣当中，有的时候也会看见一些龙纹身上也是这种装饰技法，而这种技法呢，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所以我们看到这种装饰技法的时候，就特别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东西年代是早还是晚？你看身上这个鳞，它的装饰技法。来，我们给一下金井看一下这个鳞，它就应该是这个时代的东西，你就不用再去考虑往前考虑了，只能把它往后考虑，这样呢就比较好一些也节省了我们每个人在那儿猜来猜去这个东西究竟什么时候哪个年代什么的，这就省了很多的时间。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在鉴定过程当中需要铭记在心的一些小要点这个有助于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更加透彻的了解这个时代的风格这个呢就是我想要强调的2点，一个是价格，一个是鉴定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来界定这个龙是中期的、早期的还是晚期的。很显然这个应该是晚期，所以它底下落的款也就毫无疑问的证明了它这种装饰技法。当然也是要求我们每一个学鉴定的朋友要记住什么时代什么特点，它有标志性的东西吗？这是作为我们认识一个东西的坐标。你像这件东西它底下落的是大清光绪年制，那么身上的纹饰又是这么装饰的，那就毫无疑问了两者之间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在鉴定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这个都是比较准确的提供我们鉴定的一个参考依据。是的，很重要。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这是瓷器2里的第1件吧？对，这就是周6晚上瓷器工艺品2专场的第1件601号刚才有网友也在说希望几万以内能拿下，我觉得您的那个价格是有戏的有戏的，可以尝试一下。您就是在自己心理范围内，我觉得自己有个谱，可以参与。对，因为这个汤老师就是您知道吗？就是说像这种龙我就是像这种制式的东西在我最早接触瓷器的时候，就不会看这种，你知道吗？就是刚开始最初接触瓷器的时候，就觉得这龙怎么？这不都是一样吗？这好像每个朝代就是清朝的每个朝代都差不多。对。后来呢，也是跟汤老师学习然后就是看的多了以后才发现龙那就是看这个龙鳞，包括它的龙爪，对吧？对。尤其是这个龙鳞，那么在清早期的时候，它的那个龙鳞呢就画的是特别的有层次，然后呢，这个整个龙身上的肌肉，包括它的这个爪子的那种肌肉感也是非常的强。然后呢，这个晚期的这个龙鳞就是采用了点的这种方式，对吧？对，这也是他们这个每个朝代画龙的一个区别对，所以这个挺重要的虽然是一个小的一个要点，但是呢，咱们还是过去一句话叫积沙成塔，一点一点积累，将来你会发挥它的重要作用的。是的。我们今天是这个
拍品说明会，我们有网友说是拍品说明会，是我们就是直播导览啊，也差不多意思啊，拍品说明会。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有点像什么产品交流会的感觉了啊。是这样。其实导览的目的呢，也是也有宣传的这一部分，但是我们主要还是解析。是的，把这些东西把它分解开来，与大家来分享它的哪些要点是我们今后需要注意的。这是我们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屏幕下方敲出文字啊，我们将随时为大家回复。对，预展到哪天结束啊？应该是今天是我们预展的第1天。然后明天是第2天，也就差不多结束了。因为后天晚上，就是周五的晚上8点钟，我们就要拍卖。周五的白天您过来也还能看啊，也还是能看。当然，我是希望大家如果是不忙的话，也可以提前过来看，因为我们就是周五晚上拍第1场，我们第1场可能在下午6点的时候就撤了，然后周六的晚上拍第2场，周六的晚上6点左右就拍之前，我们就东西就都撤了，是。那周六的白天，其实您过来也就能看到瓷器工艺品2和3的东西啊，1就已经拍完了啊。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早点过来看。是，最好呢看实物比较好一点啊，它直观啊。如果说我们一些有丰富经验的一些朋友呢，那看照片看什么心里就明白了。但是如果对初学者来讲呢，这种立体的这种效果明显的要比照片这种平面的效果呢，要来得更加准确一些。这个经验积累以后呢，慢慢会有这种自己能够自动区分开的这种感觉。但目前来讲呢，一般经验不是特别丰富的时候，最好要直观能够上手。看一看比较好一些。是的，就是多看多看。光隔着屏幕，当然了，也是一个方法吧。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多到我们的现场因为预展我们是不设任何门槛的，大家如果有时间，都欢迎多过来保证金交多少会费的于我们线下的保证金是10万，10万，然后那个线上的就是网络参拍的话是1000元起，1:5的比例。您交1000可以买5000，您交1万可以买5万的额度。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是通过网络参拍，一定要提前充足了这个保证金不要在拍卖师拍的过程当中您再去交保证金，我就怕等您交完回来，那个拍卖师这一件都已经拍完了。对，因为我们这一场呢，就是拍3天呢，我们都是拍卖师在台上进行举锤的拍卖，没有直播讲解边讲边拍的这个环节我们就直接一件一件就过掉了好，那么我们就继续来往后吧。来，这一件有一个图，一会儿帮我调一下。好，谢谢我们的网友对我们的肯定说我们把关基本没问题。是这样，我们易趣和大易的所有拍品呢，大家就是放心去参拍就好了。如果说您哪天就是觉得自己的眼光又提高了很多，然后不喜欢之前自己买的一些东西了，您可以随时拿过来，我们再继续的拍卖就可以。对，来，我们看一下这一件这一件是605号。605号，这件是我们也是周六晚上的第605号，19世纪的青花山高水长图碗这个是青花的山高水长的碗。其实汤老师您知道吗？我一拿到这一件，我先不看底款我还真以为是乾隆的那一款。是那么也先跟大家看一下我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看法大家看好。来，我们给一个细部图，刘钊，来先给细部图，我们来看我手中的这一件，然后再给大家调到我给大家找的一个资料。好，有了吗？有了，好的，我们调到我们那张资料图。那么这是一件
19世纪的青花山高水长图的碗，然后它的这个纹饰啊，还有这个形制啊，都和乾隆时期创烧的这个叫青花万寿无疆碗啊，整体形制都是一样的啊。我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图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件的一个主体纹饰啊。图好调吗？啊，好。我同事已经把我身后的我这个上方的这个参考图给大家找出来，然后再对比到我手中的这个碗，大家看看是不是比较相似啊，比较一致。那个可以让松松帮忙给调一下，对。那么这件我手中的碗呢，它的形制是仿制这个乾隆时期的，叫万寿无疆的这个碗啊，造型都是一样，只是字儿不一样，那个是万寿无疆，那我手中的这个是山高水长，是山高水长呢，它也是预示着这个恩德深厚啊，恩德深厚的意思。那么乾隆时期创烧的这个品种万寿无疆呢，它是祝这个长寿的意思啊。对。那我觉得这两个其实都有一定的相联系啊，就是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寓意。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底部是落了一个道光丙午年制，道光丙午的这么一个4字楷书款啊。我查了一下，道光丙午呢是道光26年，那么也是公元1846年啊，公元1846年。那么这种带有特殊纪年款的这个瓷器呢，也是我们在研究当中啊，在收藏里边也是特别具有历史意义的啊。因为一般情况它就是落的一个本年款，但是落有纪年款的东西还是挺加分的，挺给它加分的，因为一看就知道是哪一年创烧的。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碗心啊，碗心呢是画了一个团寿，所以说这只碗呢，它其实也是有祝寿的这个寓意在里边。然后呢，它的口径呢是我目测了一下，口径应该最多在10.5左右吧，就是这个口径拿在手里，其实说它是一个茶园儿也能说得过去啊，非常小巧、非常别致的一个小碗啊。落有这个道光丙午的一个纪年款啊，带有这个开光的山高水长几个字，非常的具有深意啊，挺可爱的一个小茶园，质量也非常的高，然后这个釉面也是非常的莹润。对，我们网友说釉面很莹润，我再给您再这个特写一下啊，这个非常的漂亮。来，汤老师看一下这个。这个东西呢，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这个上面写的是山高水长，那么让我们想到了什么呢？让我们想到了雍正乾隆时期珐琅彩上边，它那个银手款呀、银手章和尾章上面经常喜欢用山高水长啊。那么这个东西呢，我想这个寓意啊过来。它这种呢带一点书卷气息的文人气息，那么这是第一。其二呢，它这个图案的组合呀，它是按照这个乾隆的万寿无疆那个图案的组合来布局的，所以它这个旁边的辅助纹饰，除了那个八宝轮罗伞盖花冠仪裳，那么底下呢就是莲花，莲花托寿，莲花托宝，这个里边。我们刚才这个董小姐讲了，中间是碗心啊，是一个团寿，那么寓意着这个东西依然与贺寿有关。那么这个山高，是吧？这个我们过去讲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一个是山，一个是水。那么这个里边，其实这个山和水本身就和那个有机的结合起来了，是吧？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那么这个山高水长，这个寓意啊，就非常委婉的、隐约的，就把它包含在这个里边。然后大家看，都是用莲花来托的，这个莲花
托寿，我们叫连寿，啊，这个寓意也在里边。所以虽然这么是一件小小的东西，通过它的图案暗示了这个作者或者是定制的人他所要表达的他的文化内涵和他的意愿这件东西就是这样，它就是一件贺寿的东西。它不像乾隆的东西写得很直白，万寿无疆，那废话，那万寿无疆肯定是给皇帝贺寿的，而这个没有，非常委婉的用山高水长来表达他的这种意愿所以这件东西呢，就给人感觉它就那种书卷气比乾隆的显得更加雅致。所以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呢，也要去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对吧？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用一句话叫品味儿，品什么呢？这个就是让你要有点文化的人去品，那没文化的就不说，连字都不认识，那没法品，是吧？就要让你去品这个味儿，来了解这个作者的文化内涵，它的寓意所以这件东西也是摆在脸上给大家看。我们用这种山高水长的这种文字来表达对他所祈福的那个人，那么是不是道光皇帝呢？是吧？是某人呢？这个只有作者最清楚。因为这一类东西呢，基本上应该属于也是有点像大运词一样的，因为它这个格式相对来讲比较的规范，属于那种定制的作品，是吧？我们讲它是有母本的，或者说有粉本的，按照粉本去做就好了这个呢其实也是这个意思。所以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了解到它所表达的文化内涵它的寓意就可以了。汤老师，网友在问说是定烧还是官窑？它是这样，我们这个有几种，一个是大运词，一个呢是传办词，还有一个呢属于定烧的词。定烧词呢几个就比较明显，晚清最多了，什么呢？大雅斋，大雅斋这个体和殿，是吧？这个天地一家春的这种，都属于定制的储秀宫这些都定制的，因为它只给谁定制呢？给慈禧太后，而且它摆置的那个位置也只是在储秀宫里摆，因为它是储秀宫里定制的，是慈禧太后要用的。你把它放到其他殿里边，这有一点点什么文不对题，驴头不对马嘴，这个在过去人是很讲究的，你不可以乱放一气，对吧？而且慈禧太后下的令定做的这些东西，那只有她来享受，你怎么跑到其他大殿里去陈设呢？这种可能性几乎是零。所以我们讲定制的、传办的和大运词之间呢，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区别。比如说我们这个做的那个道光特展里边，圣德堂，这个圣德堂专门是为道光皇帝生活、起居，甚至是批阅公文的所在地。这个地方就在圆明园的那一块地方，没有在别的地方。而且他既然是在那个地方活动，所以他所定制的这些圣德堂的瓷器也只在这个范围之内去使用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这样，我们古人对这些东西还是比较讲究的，不是那么很随意。所以刚才朋友问这些问题呢，我觉得这个把那个几个不同的人的不同的需求，或者说我们宫里边它有不同的分工的烧造的瓷器，是吧？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那么像这种问题呢，相对就比较好理解了，是吧？这件的质量还是蛮高的这个胎釉都是非常细腻，都是非常不错的。非常细腻。青花纹饰画的呢，这个青花发色也比较艳。对，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往后看。
好，那么来看一下我和汤老师面前的这一件，是我们第606号拍品，一件轻道光的青花缠枝，这个玉堂春屏啊。那么这一件呢，也是我们这次拍卖应该说是非常重点的一件拍品啊。非常重点，也是这一看也是标准器啊，道光时期的标准器。我们来看一下这件玉堂春屏。那么这种造型的器物呢，它在清宫瓷器档案里边它是有一个学名的，就叫玉堂春屏。然后呢，后来在我们这个行话里边啊，多叫它赏屏，是因为这种玉堂春屏呢，它当时多是作为赏赐用的啊，赏赐用的。然后就是比如说赏给这些有功的大臣们，就是赏玉堂春屏一件。赏玉堂春屏一件，那么时间一久呢，大家就习惯于就赏屏一件了啊。所以这种造型它是创烧于雍正时期啊，在最早的创烧年代在雍正时期，那么一直到清朝的这个最后一个时代宣统时期呢，都有烧造啊，每个朝代都有烧造。然后这种玉堂春屏呢，它是分成2种制式，一种呢是单层的莲瓣啊，就是它腹部的这个莲花啊，一种是单层的莲瓣。然后呢，我们这种是双层的啊。先说单层的莲瓣呢，它是在这个弦纹处呢都是有凸起啊，那包括这一块的3道弦纹处呢也都是有凸起。我们这个造型呢，它是属于第2个造型，就是不带凸起的弦纹。然后呢，它这种是双层的莲瓣，那么这种呢，它就是肚子会更加的圆滚一些啊，更加的饱满一些。然后看一下它的底部，底部是落了一个大清道光年制的一个6字3行篆书款。那么这个款呢，写的也是非常的标准啊，非常的标准。这个身上的主体纹饰缠枝莲呢，也是象征着为官清廉的意思啊。那么另外这个缠枝莲呢，因为它就是您看它这个画工呢，就是您找不到起点也找不到终点，它一根缠着一根，也是象征着这个生生不息、健康长寿的寓意在里边。我们刚才说呢，这种瓶子呢，它最早创烧于雍正时期。目前呢，雍正的赏屏，我们就是通过公开的资料显示啊，目前能查到有2只雍正时期的赏屏，一件呢是在广州文物总店，对吧？广州文物总店有一只雍正的，是，那么另外一只呢是在北京大邑，应该是在2019年秋季，对，2019年秋季的一个4季拍卖的场子里，我们出现了一只半截的，只有半截的一个雍正的赏屏。当时呢，就是那个光那个半截的赏屏已经是卖了40-50万啊，落锤的，对，也是比较轰动，因为雍正的太少了，那么这一件呢是属于道光时期的，而且呢是属于它是双层画的比较的繁复的这种，我觉得这次呢应该说性价比也是蛮高的。它的品相就是口沿有冲线啊，口沿有冲线，来大家看一下，也没有修，直接通过镜头可以看得到。这一块能打到吗？这一块有一个冲线，不是太长啊，不是太长，也就到这一块。然后它的底部有鸡爪纹，来看一下。底部是有鸡爪纹，没有过强。看一下，它鸡爪纹呢也没有压到款啊，正好是避开了这个款。你看啊，对，它没有压到款，也没有过足墙。那么这次它的起拍价格是18万，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也还是蛮高的。因为目前来说，就是咱先不说道光的价格是多少啊，先给大家说一下道光的上一朝嘉庆的赏屏，还有就是道光嘉庆的在上一朝就是乾隆的赏屏。我们一般说乾嘉不分啊，乾隆和嘉庆的这个价格应该说差距不是太大。我们在
去年还是前年拍了一支嘉庆的全品的赏屏，拍了是175万，170多万落锤，那么加上佣金已经是将近200万了。道光一朝呢，也就比嘉庆晚1个朝代，它的这个全品的价格呢，也得在将近100万吧。然后我们这一支呢是没有太大的毛病，就是口上有一道冲和底部呢有个鸡爪。那么18万的价格，我觉得还是性价比可以的，因为往家中一摆呢，这个造型也是标准官窑，应该说是在古玩里边算是一个硬通货啊，就是只要玩古玩的，我觉得您早晚您是要经手一支赏屏的。刚才董小姐讲了啊，我们就不重复。那么我现在主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玉堂春屏，它的起点是在雍正，这个呢，我们所有的朋友应该把它记在心里。第二，从雍正开始，玉堂春屏，也就是赏屏，有2种制式，一个就是从脖子、肩部和腹的上半部分有3个凸起的旋纹，这是一种。那么这种凸起旋纹的这个肚子的下半部分呢，收的比较的快，那么这个呢是从雍正开始，他就是这么做的，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包括我们在广州市文物公司那个，我们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看过那件东西了，它的那制式和后来所有的这种起凸3旋纹的单层连瓣的这种制式几乎是一样的，只不过在细节上略有一些区分。那么在雍正时期呢，刚才我们董小姐讲到19年是义趣吧，拍卖是吧？大义义趣，大义当时的4季拍大义的4季拍里边有一件，这个肚子呢，就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腹部比较圆浑，像什么呢？我们想它有点像那个生活当中吃的那个荸荠那个圆咕咕的那个肚子呈球体状。从雍正开始就是这2种定式，它这个肩部旋纹是画出来的，不是刚才我们说是凸出来的，而且呢整体器型是圆混型的球形状。那么这种呢也是从雍正开始一直延续下去，但是非常难得的是什么？这种都是2层连瓣的，莲花的。这个我们业内大家都讲，这是双层的还是单层莲花呀？如果是双层的，大家觉得价格会在价格可能会高一些，单层的可能会低一点。为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这种单层的起旋纹的这个玉堂春屏，从雍正开始，当然雍正现在包括故宫都没有就现在目前我们知道就是广州市文物公司就那么一件，然后就是大义拍的那件球体的肚子的那种没脖子的那一件，就知道这有2件，其他都没有。所以故宫里边搞一个赏屏展览的时候，从乾隆摆到宣统没问题，但是就是没有雍正这个我们全国各地的大博物馆里面都拿不出来的，这个呢就很难得了。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这种双层连瓣呢，这种在我们见到的诸多的赏屏当中，它的数量是最少的。这个呢是以前我们还不以为然，总觉得这个赏屏嘛太常见了，这个就跟大运祠一样的，这个尽管他赏赐给谁，来使也好，有功之臣也好，王公贵族也好，等等等等，以这个作为赏赐品，这是比较多见的。但是难能可贵的就是双层的莲瓣、莲花、残枝莲花，特别的少见。是的，
来，我们给一下特写。而这种单层的，在我们这么多年的经手的赏评当中，恰恰这种东西几乎经常见到，甚至乾隆的、嘉庆的、道光的、咸丰的，能够把它一个不少的把它能够摆出来，但是谁都不敢说这种双层莲花的能够我从乾隆摆到宣统，没有一个人敢说这句话。那么可想而知，这种双层莲花的这种赏评，它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呀，要注意它这种特殊情况，以及它在我们市场流通的过程当中，它的数量是要大家关注的，因为它数量太少了。我们每一个人要关注这一个客观的现实，是吧？至于说价格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个数量有限，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叫物以稀为贵。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这样的东西，那么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加以关注，加以关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文化内涵嘛，我们都知道了。第一，它是莲花青莲，这个青莲主要是讲的是为政清廉它的这个文化内涵呢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个义必吉祥是一方面但是它的内涵是非常清楚的。我所强调的就是不管它是雍正的还是宣统的，凡是这种不带玄文的双层缠枝莲花的赏评，大家一定要关注，因为它的数量太少了。不相信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你们去翻阅相关的一些拍卖资料，你们去查好了，看看近几年有出过几件没有这个我们实事求是讲，这个一定要注意的这个因为中国人的这个传统这个习惯还是很顽强的，物以稀为贵这个思想它还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所在。对，我们以前在征集的时候就是拿回来赏评，我们就会先看它是属于单层花还是双层花的。对，那么双层花的呢，可能对它寄予的希望会更重一些，因为它的市场价值的确会更高一些刚才我们也有网友说光绪的还得将近30，我们这一件的性价比是相当高的，目前这一件的定价是18万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底价18万。而且呢，就是从镜头里边大家也可以看到，它这一件是造型非常的端正它这个脖子呢这么长，但是看过去就是一点也不斜，一点也不歪，非常的周正。另外呢，它的这个青花呢应该说发色算是相当不错的，它整体呢也还是有点想延续这种苏麻离青的这种感觉采用这种点染的方式来绘画。然后呢，青花的发色呢也是那种非常的沉稳的那种感觉不是说特别艳丽的翠毛蓝，但是呢恰恰就是要的这种感觉，要的是这种仿古的气息这个呢再说一遍，这个青花有可能用的就是泽料用的不是那个朱明料，用的是泽料，所以它的颜色呢是这种蓝中略带一点点的灰色调这个呢就是我们泽料这个最大的特点之一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上面口沿有冲线底下有炸底。其实对于这种釉下彩绘如果要把它处理得很干净的话是很容易的你看过去我们习惯用拔丝把它一拔再怎么一处理的话，这上面的所有的毛病和纹饰都可以做得很干净很漂亮。当然这一切这件东西本身你搁那儿也无所谓了，因为你不是没事拿在手上盘过来盘过去的所以这个东西摆在那儿根本就这个看不出它是不是有什么瑕疵，也不影响它的观瞻这个呢是我想呢借这个机会呢也可以随意的跟大家讲一下。对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底部的一个特写好吗？
看完我们就换下一件了。这个款式写的非常的标准的啊，非常的周正的。所以刚才我为什么说用84呢？因为釉下彩绘你不用担心啊，这个84的那种腐蚀会对它的釉面会产生什么作用，会伤害到这个彩是不可能的啊，因为这种高温的釉下彩绘，它是不具这种84这种略带一点点这种腐蚀性的这种物质的，所以这个根本无所畏惧，不用担心。挺漂亮的一件，是放在这儿看起来是很端庄，很漂亮。因为这个制式基本上是延续的雍正的。那么前段时间呢，我专门就把我们上次这个19年拍的那个雍正半截没有脖子这个，雍正的那个笔记瓶的肚子呀，也专门仔细来看了一下，是吧？包括它的器型，跟这个相比较呢，几乎就差不多啊。但是大家特别注意啊，到了同治以后的赏评，它的腹部的变化、脖子的变化是有的。早期的这个脖子呀，比较的秀丽，娟秀，腹部呢比较的丰腴，但是到了同治以后，这个腹部啊，它怎么都有一点点内收，收的比较快，显得这个很丰腴的饱满的这个腹部啊，显得不那么让人感觉这种曲线的美。这个就是我们在细节当中对造型艺术一定要认真把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本条件。是的，这个大家要关心它，观察它是的，那么这一件呢，也是我们这次艺术周应该说是非常重点的一件拍品，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18万的真实底价我们起拍所以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大家可以提前做好参拍的准备是，这18万我觉得真的可以去搏一下，这摆在我这旁边我就已经是对它爱不释手了1/10的价格吧。但是我没有大家那么有实力我觉得真的不要错过。好，来我们继续往后，我们再换一个。一口成交也想的有点美当然了，我也希望您能这个便宜买到不，这个每个人都应该有想法，是吧？最好是一口这是个美好的祝愿。这个想法没错想法是比较美好的我们可以试一下，试一试，可以。好，来我们继续看这一件是612号是一件青道光的五彩龙凤碗，那么这只碗呢，它的主体纹饰呢是在这个碗外边以这个五彩来绘画了2条龙，一只红龙，一只绿龙，还有2只凤凰那么这种碗呢，它在清宫瓷器档案里边也是有一个专有的学名叫做五彩红龙碗，也是皇宫所专用这个是在宫廷记载里边是有专门的记载，就是这种碗它是供这个宫廷所专用，不是说在民间就能使用的，所以说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官窑，毫无疑问那么这种制式的碗呢，它是从清代康熙年间就开始创烧然后一直到清宣统清朝的最后一个朝代每个朝代都有烧制。那么在康熙时期的创烧呢，它的这个凤凰的颈部是以矾红线条颈来描绘的这是康熙时期的五彩龙凤碗的一个典型的一个风格那么在这个凤的脖子上面出现羽毛的画法呢，其实在雍正时期已经出现了雏形了，是吧，汤老师？对。我那天汤老师也专门找了资料，我们看了一下，就是在雍正时期的这个斗彩的龙凤碗上边已经有这种带就是凤的脖子上边带羽毛的这种画法。但是呢，在雍正时期的这个五彩龙凤碗上面，好像目前还没有见到。对，就是它是在那个斗彩的那一只上面有这样的画法。对。
然后呢，在乾隆时期呢，就正式出现了2种的画法啊，都2种并存。一种呢是继续沿用了康熙时期的这个矾红的线条景的画法，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出现了这种正式的五彩，就是这个凤的脖子上面出现了羽毛的一个画法啊，2种的一个并存。那么这2种画法呢，在不同的朝代呢继续在沿用，有的朝代呢它可能是只有羽毛的一个画法，那有个别的清代有个别的朝代呢，它又继续延续这个只画线条景的这么一个画法。其实这两种画法都是同时并存的啊。然后呢，这种碗它是有至少是有3个尺寸。我们这个尺寸呢，应该算是口径比较大的最大的一个尺寸。口径我们这一只是15啊，口径15。那么它还有一个中号的口径是在13公分左右，还有一个最小号的口径是在10公分左右。啊，我们这个应该说五彩的龙凤碗呢，是我们好多收藏的朋友啊，大家一直所比较喜爱的。前段时间有个朋友呢给我发过来一张照片，那个是宫廷当时这个就是宫廷的一张老照片，上面是摆满了这个五彩龙凤碗，碗里边是放着这个各种的吃食啊，吃的一些东西。那么也是当时宫里边做这个做宴会的时候，当时的一种摆放的方法。那么我这个朋友呢就跟我说，哎呀，小董，我以后我收藏，我就要照着这个标准来收藏啊，我就每个朝代各买一只啊，我就可以嘚瑟了啊。就是说这种肯定是宫廷所专用的啊，就是宫廷用器，毫无疑问。底部呢是落了一个大清的道光年制6字3行的一个篆书款。那么这个写款的方式也是非常的标准啊，标准的官窑无疑。它的碗心呢是有一个立着的一个红龙啊，一个红龙。另外呢，大家看到这还有一个标签，是来自于扬州文物商店啊，有出处的，扬州文物商店的一件拍品。这件质量也还是蛮高的啊，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这一件。对。这个东西呢，在清宫里边为什么叫它红龙碗呢？因为从康熙一直延续到宣统，这个龙里边啊，就是这个碗里边，不管它尺寸大小有别，但是呢，里边永远是一个红龙。所以讲红龙碗呢，它不讲外边，它就讲里边，所以取一个名字叫红龙碗。那么刚才董小姐讲了，大家切记。康熙、雍正脖子都是线的啊，不带羽毛的。乾隆是2种都有，嘉庆又开始变线了。道光又开始有羽毛的，以及到底下一直都是用羽毛的多。我们在这个清晚期帝后这个用词当中，专门去看了一下，同治啊、光绪啊这些，一直全部都是带羽毛的。带羽毛的脖子里边这个凤，是吧？尤其我们讲，包括这个定烧的大婚瓷，它里边龙凤呈祥，你注意那个凤，不管是在下还是在上，它都是带羽毛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甄别这件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把它记住，不同时期它不同做法，和我们刚才第一件都讲那个第一件的时候一样道理，就是为什么我们过去老一辈啊，看东西的时候他根本都不上手，离得还有8丈远呢，他就说那个是哪个年代的？为什么？因为他多年的经验告诉他，那个东西应该是在什么时期啊？这就是我们讲的要学会的，努力把这些我们讲鉴定的技巧。把一些专业的知识，把它浓缩聚集起来，加以吸收，尤其是要铭刻在心。这样的话呢，就会给大家省去了很多时间。那么当然，那是我们讲的这些老一辈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的。那么作为现在来讲，我们初学者呢，最好还是上手看一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件东西呢，是一件标标准准的这个龙凤呈祥的这个碗，而且从康熙一直到
这个宣统，甚至告诉大家，民国早期有仿，底下落款也是喜欢落什么呢？大清雍正年制、大清乾隆年制这种款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但是唯独有一个地方仿的人他并不知道，康熙、雍正时期是线条的那个脖子，而不是羽毛的。可是那个时候仿，虽然你落了那个寄托款，但问题是你那个脖子上长了毛了，那就不用再解释了。这个东西已经把你卡死了，你不可能是那值钱的东西，你写再多的款没有用的。这就是我们讲啊，在鉴定过程当中，这个经验呀产生了作用。但是大家要请记住啊，不要有的时候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过多的强调了经验，有的时候也会撞墙的，也会脚贴的踢到那个铁板的啊。还是呢，最好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有些初学者、爱好者能有机会能到现场上手，看看东西，看看它的发色、用彩的技法啊，怎么这个布局啊，怎么画，这个呢是最好不过的。这有助于每一个学的人呢，在这个看的过程当中，能够增加自己的记忆，提高自己的水平。这个就是我们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的。好，谢谢汤老师。那么这是我们第612号的拍品啊，将于周六的晚上啊就正式开始拍卖了。这一件是周六晚上拍卖。大家如果有喜欢的，也可以提前做好参拍的准备。那么我们继续往后看。好。好的，那么我们面前现在摆的这一件呢是第630号啊，是清顺治的青花麒麟芭蕉纹的一个筒瓶啊，一个筒瓶。那么筒瓶呢，它在瓷器上面出现呢，最早可追溯到这个宋代的青瓷啊，宋代的青瓷。但是呢，大家对它印象特别深刻的年代，应该还是在明末清初的这个过渡期啊。因为它的形似这个象腿，所以行里边呢有个行话也叫它象腿瓶啊。但是在学术上面我们称之为筒瓶。那么谐音呢也是谐音这个江山一统，民间安定的这么一个寓意在里边。那么这种筒瓶呢，它除了我们这种青花类的啊，还有粉彩的，那么还有单色釉的。我见过一只那个茄皮紫的那个筒瓶，也是这个明末清初的这个年份啊，就是年份比较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主体纹饰，主体纹饰呢是以青花绘制了这个麒麟啊，麒麟，麒麟呢它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故事当中的一个瑞兽啊，在这个中国的传统认知当中呢，觉得就是麒麟呢是能够。送来这个祥和，也会送来这个子嗣啊。我们有一个画片呢，叫做《麒麟送子》哈，对，也能带来子嗣。而且呢，麒麟还能镇宅辟邪啊，保佑这个身体的健康。所以呢，麒麟的这个纹饰呢，一直是在瓷器上面就是广泛运用啊，也是大家对于这个好生活的一个美好的向往，对，美好的向往。我们再来看这个另外一面是画的有这个芭蕉叶啊，画的有这个芭蕉。那么芭蕉呢，它也是民谣当中啊，这个非常粗犷的这么一个手艺啊，一个修足的一个方式。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口部，口部呢是施了一圈的这个降口啊，这个降口，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顺治时期的瓷器口部多有降口。其实我后来汤老师我又查了一下，那为什么会施这个降口？其实它会有它当时的一个特殊的原因，因为它的胎釉的这个材质的配比啊，成分的配比，所以那个顺治时期的口部呢，它多有，就是胎和釉的结合处呢，多有一些毛刺的地方。有一些毛刺的地方，那么它呢就是涂上一层这个
降口呢能使得这个口部看起来会比较的美观，而且呢也能起到这个遮瑕的这么一个作用啊。那么同时呢，这个工艺呢也成了顺治时期瓷器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特征了，对吧？对，这种呢也叫降口边啊。这个形制呢，应该说还是蛮有气势的，往这儿一摆呢，这么高的一个尺寸，非常的周整，而且呢，它的这个青花的发色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一件呢，应该说明末清初呢，最近这一两年的行情啊是见涨，已经到了火热的一个地步啊，所以遇到这种性价比比较高的明末清初的东西呢，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好，唐老师还有要补充的吗？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挑明了，讲这件东西是一件顺治的筒瓶。那么刚才我们董小姐讲了里边的麒麟瑞兽，咱们不去说它了。那么这种东西啊，我们首先看它的青花这个青花呢，也是我们过去讲的叫泽料用的是泽料。那么这个时候的青花呀，在这个煅烧的过程当中，它由于这个早期这个兵险不断年年战争，所以窑址里边这些工匠们对烧造工艺的要求呢，不像崇祯时期要求的那么严格那么细，它还是在一个初期的恢复阶段，所以这个在用料当中呢并不是那么考究，所以我们看顺治的青花颜色呢，往往有点那种灰蓝色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看这个上面的这个麒麟，看见没有？它那个头你如果不看它的脖子以下，就看这个头本身，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头像明代万历时期的龙。也就是说，这个顺治清代早期，它这种明代的遗风对它的影响非常之大那么如果这个东西是五彩的话，我们过去老一辈把它叫什么呢？叫大明彩会把名称会叫它大明彩，其实不然，它是顺治时期的作品。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蕉叶。这个蕉叶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用的那个鸡毛掸子，鸡毛掸子后边是把儿，前面是鸡毛鸡毛掸子扎就是这么扎的。所以我们经常把这种芭蕉呢讲它类似鸡毛掸这种造型。但是这种造型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明代嘉靖。不仅官窑是这样，民窑青花当中也是这么画的，所以这就非常有意思了这件东西虽然是一个民窑的作品，但是它这个隐含着或者说继承了明代很多的这种装饰纹样。再一个，大家注意它旁边的这个麒麟旁边的那个太湖石，这是标准的顺治时期的这种太湖石。往往这种太湖石呢是比较夸张，它这种漏瘦透皱的这种感觉已经夸张到了，就是说这个石头你怎么可以想象出它会画成这个样子，是吧？但是偏偏就是这种样子是这个时代的特点。你看他画的这个石头，你想底下都成那么小那么细，上面头那么大，头重脚轻，这个石头怎么承受得住的？这个就不符合自然逻辑。但是他在绘画当中，他却采用了这个绘画技法。不仅仅这种这个顺治时期我们常见到，大家注意，我们在南京石竹斋崇祯的那个纹饰当中，它就已经有这种造型了，所以这种画法也是传承了明代的装饰纹样。第四一个就是我们讲口型的问题，刚才我们董小姐已经讲到了工艺上的问题，这很重要
我们很多人只看外表，不看工艺本身，不看这个事物发展的本质的东西。这个是在我们鉴定当中，现在目前在我们所有的鉴定的这些所谓的专家这个在表述当中，往往都是讲的全是表象的东西，讲不出它的文化这个科技内涵。这个是个很悲哀的事情。我们过去老说我们老一辈的人光是经验主义谈一些表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依然依据了或者是延续了这么个做法，这是不足取的。我们应该知道为什么。这个呢，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要改变这种现象，要在猿人的我们过去老一辈的基础上要提升自己，要从科学的角度去加以解释，才能说明事物的本来面目。我们看这个口沿这种降口什么时候有？上次我们在推荐会上曾经讲过，这种降口是从明代嘉靖时期开始的。大家注意，明代嘉靖喜欢用降口那么再往前推，就是在明初的永乐宣德民谣当中有这种降口。上次我们一个朋友讲，这个台湾故宫有一个宣德的一个扎斗，他口沿就是降口。后来我回答他这个问题，并且又是找了那个资料，那个口沿不是降口，是包的铜口。人家这个词目上写的非常清楚口上包的是铜口。所以我在这儿再强调一次，这个明代早期以及明代官窑当中是不用降口的。民谣当中在那个时代有降口，我们有实物作证。那么这个到了明代中期是从嘉靖开始的有这种降口。那么延续到我们顺治时期，到了康熙时期就不再采用这个技法了。那么这个口的话，刚才我们董小姐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其实它在上完釉以后，它要把这块刮掉的那么为了防止口沿会爆釉现象，所以把它刮掉。刮掉以后呢，上一层这个浅浅的酱釉，实际上呢，它也是本身胎里在二次氧化的时候形成的这种火石红现象因为胎里边含有氧化铁，二次氧化的时候，这个胎里的这个氧化铁它在二次氧化中，它会跑到这个器表上面来，会形成一种淡淡的这种黄色调。但有些是人为涂的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不是人为涂的，是从胎里反映出来的。那底下的康熙时期就有问题了。康熙为了追求器物表面的洁白莹润，喜欢在器表以及口沿处会加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康熙早期一直延续下去以后，都会出现爆口现象，我们叫狼牙边狗牙边出现这种虫咬这种现象。那就是因为它里边的粉不能和器表的釉产生融合，产生了空间，这在使用过程当中稍微一磕碰，它就会把表面那层釉给磕掉，就形成了虫咬狗牙边这个现象这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认真仔细的观察这个瓷器它在发展演变制作过程当中，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装饰技法，而形成了这种表象的东西。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知道的，而不能仅仅表述说它是因为虫咬，它是因为怎么样，而不了解它为什么，这个是可悲的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为什么没有这个现象呢？是因为它上完釉以后口沿是刮的，刮了一口，这明显的有刮痕明显的还有跳刀纹，包括底下我们看它修竹的现象和崇祯时期统平有相类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有的是有跳刀痕，但有的是平铲的，像我们这个底下就是平铲的。有跳刀痕这种现象是在明代天启时期开始的这是在力劈的过程当中，首先要喷水
啊，叫沥水。沥水以后呢，让器物这个色态表面有一点水浸润以后，旋销起来就比较容易。目的是什么？减少底部的厚度，在高温烧造过程当中，能够让它充分的磁化。目的是为了加强它的物理强度，不至于在使用过程当中稍不小心一颗底裂了，甚至或者耍圈了，啊，目的在这儿。所以我们看底下有跳刀痕啊，那么有这种铲痕的目的在哪？就是为了减少底部的厚度，增加它的物理强度的原因所在啊。所以我们今天看了这件东西呢，其实这个说起来是一件顺治的东西，但是它整体的这个风格完全是传承了明代万历时期它那种绘画技法，所以看起来有点大明的意味在里边尤其是这个麒麟和旁边的那个太湖石，包括我们讲的这个蕉叶这个纹饰。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在看到这个顺治时期的统评或者其他评的时候，尤其要注意这些地方。这个明显和崇祯略有区别，为什么？肩部没有暗刻了，口沿没有暗刻了，底足径没有暗刻纹了这个都是在顺治时期这个把它都省略掉了。那省略也是有原因的，因为那个时候制作工艺相对比较粗糙能够烧出来，能够把它拿出来卖在清代早期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你真正到康熙官民进士的时候，已经是完全是安居乐业，一派和平景象了，所以大家才会尽心尽力的去创作发展市场才繁荣这个时候呢还没有到这一步，所以很多东西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东西画的这么细，已经是相当不错了这个不是我在这儿为他鼓吹，不是的，我们可以平心而论，大家可以去翻阅查找这些资料，去进行一个比对，你就会发现我说的是否正确。再一个，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菱，刚才我们讲到光绪的菱是用笔点起来的，而这个菱看见没有，像鱼鳞一样一个一个画完了以后，就感觉可以刮下来的样子然后呢在这个菱里边进行一个渲染，使身上的菱呢更加的栩栩如生这个呢就明显的和我们讲晚清的这个龙身上的那个菱它们之间的最大的区别一个是清初，一个是清末，你看两者之间菱的处理方法它就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大家要注意的问题我们前后一比较，那么这些东西就豁然开朗了是对吧？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件